大家好，我是多毛纤维。今天我们来讲《电锯人》第2季的102话啊。上一话讲到山酱和优子遭遇到了蝙蝠恶魔，可是约尔却因为无法登录账号啊，只能在旁边看戏。两个少女在楼道间疯狂的逃窜，下一秒他们就连同路人被蝙蝠恶魔给击飞了。山鹰酱一通翻滚之后啊，摸了摸脑袋，好像并没有什么大碍。可是，一旁的优子就没有那么好运了，她不仅摔得晕厥了过去，连小腿啊也被钢管刺穿了。此时，蝙蝠恶魔先抓起了一旁的路人，大快朵颐起来。就在山鹰酱看着眼前的一切不知所措的时候，约尔又开始蛊惑他了。来吧，山鹰酱，杀掉优子，把它做成武器吧，只有这样啊，我们才有机会活下去啊。优子他现在身受重伤，已经没有抢救的必要了。在如此绝望的屠杀背景下，山鹰酱陷入了沉思。难道真的要杀了自己好不容易才交到的朋友吗？约尔眼看山鹰酱有所动摇啊，便继续诱导他。没关系的，山鹰酱，我们是一体的啊，所以我理解你的想法。你当初并不是因为杀死烧鸡而感到自责的，你只是害怕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做一个杀人犯啊。但是现在情况就不同了，这周围除了我们已经没有活人了，就趁现在杀死优子吧，谁也不会知道的。约尔还提到山鹰酱当初被班长杀死的时候，你自己不是说了吗？如果能够重新来过的话，你一定要活得潇洒一点啊！想要活下去的话，那就要多为自己考虑一点啊！不要再犹豫了，赶紧动手吧！山鹰酱此时已经来到了做出人生重大抉择的关键时刻了，他的脑海中不停闪过各种场景，蝙蝠恶魔带来的死亡压迫感，同学们那歧视的恶毒目光，死于自己手中的烧鸡和狗男女，还有那个把自己当作朋友温柔对待的优子。不行了，生死已经迫在眉睫，山鹰酱终于迈出了脚步。为什么？山鹰酱这种看起来平时就疏于锻炼的瘦弱少女，居然在极度愤怒的情况下抱起了优子，健步如飞地奔跑了起来。一旁的约尔啊，已经气得到脑充血了。他妈的，老子怎么会附身在这种白痴的身上啊！山鹰酱拼尽全力的在楼道中奔跑，但是命运啊，却总是在这种关键的时候戏弄他。只听得啪叽一声，山鹰酱从小到大总是会在这种关键时刻平地摔。在同学过生日的时候摔掉了生日蛋糕，在团队比赛的时候摔掉了接力棒。这种命运的捉弄啊，让山鹰酱变得总是孤身一人。到了最后的那一次，命运连他的至亲啊也要夺走了。在某一天台风恶魔肆虐城市的时候，山鹰酱和母亲正在拼命的逃跑。这时山鹰酱扭头发现了一只受伤的小猫，善良的本性啊，让他想都没想就过去抱起了小猫。可不知道是不是这种拯救本该死亡小猫的行为啊，触怒了命运的女神。山鹰酱再次摔倒在了最关键的逃命时刻，母亲用尽全身的力气啊，抱起山鹰酱，把他推了出去，而自己却被卷入了暴风之中，消失不见。灾难过后啊，山鹰酱呆坐在废墟中，路过的老人称赞他拯救了小猫，但他又哪里知道，为了拯救这小小的生命，山鹰酱所付出的代价实在太过于沉重了。这种悲惨的遭遇啊，让山鹰酱变得孤僻。当2话之前优子向山鹰酱给予帮助的时候，山鹰酱本来是打算果断拒绝的。他直言自己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啊，因为比起同学们的霸凌，他更厌恶别人的怜悯啊。这种怜悯就好像自己当初的善良，在无意间就会将自己的心爱之物置于危险的处境当中啊。可没想到优子居然劝山鹰酱只需按照自己的心情来选择即可。虽然最终的结果可能不会如你所愿，但是山鹰酱，你只要能够贯彻自己内心所想，我也是会感到开心的啊。没有错啊，优子所说的才是山鹰酱内心的真实写照。他再度抱起了优子，强忍着伤痛奔跑了起来。我虽然害死了老妈和烧鸡，但是这并非我本意所为啊！我今后啊，一定要遵从我的意志，随心所欲的活下去啊！今天就算是耶稣来了啊，也休想阻止我！
老子必定会带着优子逃出升天的。但是纵使三阴将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，现实还是很残酷的。你个普通人怎么可能跑得过恶魔嘛？蝙蝠恶魔直接张开血盆大口啊，将二人一并果腹。耶嘿，等一下，还有余地啊！一个酷似恶魔的召唤的巨人啊，突然飞了过来，当场啊就撞得蝙蝠恶魔眼珠爆突，直接把三阴将和优子给吐了出来。当三阴将回过神来，在他面前的已经是蝙蝠恶魔那被压得稀碎的尸体了。当然，这时啊战斗还没有结束，这个乱入的恶魔的召唤啊，似乎是被什么人打飞到墙上来的。在他疯狂飙血的伤口和内脏之中，出现了那个我们最熟悉不过的身影，是电锯人啊！那个来自地狱的英雄，他又回来了。恶魔的召唤一把抓起了电刺啊，准备反击。他将电刺丢到了对面的大楼中，然后迅速追身啊，四只手并用起来，使出了一发暴击。不过电刺的战斗力那可是无解的，他反手就砍掉了恶魔召唤的手臂啊，气得对方打不过就只能嘴臭起来。电锯人，你这个反骨仔，你身为恶魔，居然整天为人类出头啊！说着，他便抓起了一辆汽车和一个路人，准备使出传说中的电车难题来对付电刺。电锯人，你是要救这一个路人呢，还是要救这一车的老弱病残呢？说罢，他便松手任由两者自由落体。我本以为啊，这种情况下，那电刺怎么也得学人家蜘蛛侠是吧？那飞过去来个双线操作，完美救人什么的。结果电刺这个屌人啊，就像条疯狗似的，径直朝着敌人就冲过去了。恶魔的召唤啊，瞬间就被肢解得七零八落。电刺最后华丽的使出了一招电锯螺旋肥肠斩。干净利落的把敌人的脑子斩作了两半。对此啊，我只能评价到，打得好啊，电刺。只不过嘛，这个刚才那几个普通市民的尸体啊，也算是凉透了。在街道的废墟中啊，只有一只小猫还爬在墙边上努力的挣扎。电刺走过去抱起了小猫，好像是在对死去的恶魔反驳道：你看，我这不是还救了一条小猫的吗？不久之后啊，电视里就发布了非常耐人寻味的新闻，立功了呀！电锯人他又立大功了。这次啊，他从蟑螂恶魔的手里拯救了可怜的小猫咪啊 ！What the fuck！ 且不说这个屌恶魔居然是蟑螂变的，可见啊，这废物人类连个蟑螂都怕得要死。关键是人类开始刻意的对电锯人产生了病态的崇拜。我冥冥之中感觉到啊，人类将会有大难临头啊！不过，当我最终看到墨页下面的这一行小字，下一话将于8月31日发布。这个阿树啊，你年纪轻轻好的不学，你学半元休刊是吧？本话结束。